接做连接，那这边会写它的电量还有剩多少。好，那我就开一个YouTube 专门在跟人家尬音响。好，大家好，我是Leo，再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蓝牙喇叭哦。那开始前呢，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是受我一个朋友委托哦，他就是跟我说，我想要找一个低音好的喇叭，第二个是有左右声道，第三个是1000块以内的。好，那这3个条件呢，放大去找，其实还真的还蛮难找的哦，因为像我在脸书上看到蛮多类似有左右声道的这种可以对接的蓝牙喇叭，可是它都超过1000块的价值。终于被我找到一款叫做 X6的这个蓝牙喇叭。好，那这一款喇叭呢，它的特色就是在于说，它这个地方呢，我手指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低音振膜，所以说在低音的表现上应该算还不错。那第二个点呢是，它是单独一颗一颗卖，然后你可以买一颗直接去操作。好，当然如果你想要有左右声道，你就买第二颗，因为它是有支援这个对接的。好，那再来第三就是它的价格真的是很便宜，它一颗只要台币350。哦，所以说它2颗也只要700。OK， 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来开箱看一下这一款有什么特色吧。Go！ 好，那这一款 X6 蓝牙喇叭呢，它就是支援这个蓝牙的连接。好，那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是有支援 TWS， 就是双向左右声道2颗对接的部分。先看一下包装后面哦。好，它这边就有图示告诉你说，它大致电视、电脑、平板到笔记型电脑、手机到掌机、游戏机这些它都可以支援。基本上只要有有蓝牙无线技术，它都可以连接哦。那它支援的协定是 5.0 的蓝牙技术。好，那它的电池呢是1200毫安的，续航力4到2个小时。好，那下面这边还有很多的细节的一些资讯，大家有兴趣可以参考。好，有兴趣可以直接看网站会比较快。好，那我就直接把它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吧。好，那我已经把它拆出来了哈。那里面呢，就是会有附这个音源线哦，还有这个 USB 的充电线。好，那还有这个说明书。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外观哈。像刚才有说到，就是它有低音振膜哈，在这边。好，那它喇叭的输出就在这边，57 mini 的喇叭。好，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功能键，它这边有加号跟减号，就是音量的大小声。好，那这个像电源开关呢，它其实是播放跟暂停的意思。好，那这个是它的功能键。好，然后你仔细看哦，它把这个充电口啊、USB 啊、记忆卡跟这个音源线的这个插孔的位置都把它藏在这里面。然后它外观摸起来这边呢，像是橡胶的材质，很滑，很舒服。然后底部是有防滑的。整体来讲，我觉得质感算还不错。以350块的价位来讲，它做的算蛮好的。好，那我们就开机来看一下它的音质吧。好，接下来我们测一下那个音质的部分那就是打开蓝牙，找到这个 X6 的名称，直接做连接那这边会写它的电量还有剩多少。好，那我就开一个YouTube 专门在跟人家尬音响测中低音的这个音效大家感受一下。好，重低的效果应该听得出来，其实是很不错吧？以这350块的喇叭的效果来讲，我觉得已经算是蛮到位的。好，然后它其实也是可以播放这个流行音乐，我们来看一下流行音乐的播放的感觉。好，那流行音乐我用这个 Spotify， 然后大家可以听看现在比较流行的歌曲。永远不退流行是青色的衬所以说播放的流行音乐部分也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然后播放起来效果也很好。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测一下它的2颗对接吧。好，接下来我们来测一下对接模式那我就拿我另外一颗另外一颗买的是这个蓝色的，先把它打开Bluetooth mode， 那打开预设都是蓝牙模式。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说明书的操作他说2颗要对接的话，就是在功能键连按3下就可以了。好，那我们来操作看看。功能键1、2、3。好，那应该是好了，我们来试试看吧。好，那我一样用这个 YouTube 的中低音测试好，我们再听一下。好。
有，现在2颗都有声音哦，因为我现在拿起来2颗都在震动哦。我们先听听看这一颗的声音。哦，这是有在震动的哦。哦，那这一颗也有。哦，其实它连接还蛮简单的，就是按3下2颗就连好了。哦，那现在2颗都有声音，这样就变得可以达到一个左右声道哦。你可以一颗放在比较左边的地方，一颗放在右边。哦，你在户外的话，你可能人在中间的话，你就可以用这2个音响达到2个左右声道的一个效果。哦，就是这样子。好，那我现在把这一颗关掉。哦，它是哦。好，那我再播放看这个有没有声音。哦，没有了，就断连了。好，最后我把2颗喇叭都开到最大声。好，开到最大声，我们来看一下它最大声震不震撼。好，就播放一个这个汽车的重低音轰炸。看过刚才的测试影片，应该可以看到它最大声的时候，它这个低音振膜其实震的蛮厉害的哦。当然不能跟几万块的音响比，不过如果以你可能是没有玩过蓝牙喇叭，或者是你有户外的使用的需求哦，比较入门级的选择的话，我觉得它还算是一个不错可以买的一个喇叭，因为毕竟很便宜，而且效果也还不错哦。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也没有给各位测试，就是比如说随身碟播放或记忆卡哦。不过其实它这都很简单，就是只要照着说明书操作，就是都可以播放哦。那我使用上我觉得还不错啦。现场可能翻拍，可能大家感受不出来它那个音量的大小的震撼哦，但是我实际上听其实真的是还蛮大声的，而且效果来说是很不错的。好，希望这个喇叭推荐给各位会喜欢。啊，如果有对这个喇叭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留言给 Leo 哦 ，Leo 也可以帮各位解惑，或者是如果你想要知道我从哪里买，我也可以分享这个卖家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好，影片就到这边啦，感谢各位收看。